Honestly, what about Madrid? Seriously. It's not normal what they're doing now. I must say it's a team of stars who look more a team of friends. Real Madrid is a miracle club. Crazy things happen here. How do they always find a way? 对于皇家马德里来说，大牌引援、忙碌的夏季和打破纪录并不新鲜。这家俱乐部在本世纪已经2次挥金如土，组建了由世界级球星组成的梦之队。然而，这次尝试距离第一次已经过去了近20年，从目前来看，这可能是最好的一次。在千禧年之交，弗洛伦蒂诺刚竞选为主席后，俱乐部推出了一项政策，核心是斥巨资引进高知名度的世界级球星，并打造一支统治欧洲的球队。从2000年开始，皇马连续6年每年夏天都引进一位大牌球星，投资超过2.5亿欧元，这就是被称为银河战舰的第一时代。尽管初期取得了成功，但这一计划最终被认为失败，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欧冠中的糟糕战绩，而弗洛伦蒂诺也因未能平衡球队，过度关注进攻球员，以追求更大的商业回报而受到批评并辞职。3年后，他重返俱乐部并再次尝试，这次他幸运得多。引进了 C 罗和卡卡后，他们开启了第二时代。这一时代持续了10年，每年都引进多位巨星，直到2014年找到成功公式，赢得了第10座欧冠奖杯。随后，这支球队在齐达内的带领下实现了欧冠3连冠，最终实现了主席的目标。而在第3次夺冠后 ，C 罗离开皇马，标志着第二银河战舰时代的结束。那是6年多以前的事了。在此期间，皇马完成了从一代到下一代的过渡。而他们最近在欧洲的胜利，正是他们成功管理这一过渡的证明。没有本泽马在前场，他们现在依赖2名转型边锋进球；没有了卡塞米罗，皇马现在拥有多面手的中场和1名左后卫来保护后防线；没有伊斯科或阿扎尔在危险区域游走，但是现在他们有一位强大的10号球员来游弋、创造和终结对手。Chance taken。队长纳乔和备受喜爱的托尼克罗斯在伦敦最后一次身披白色战袍，所以这确实是下一个时代。而去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可能让这成为他们无与伦比的历史中最强大的时代。Ha dormido durante muchos años con el sueño de jugar con el Real Madrid y hoy se realiza mi sueño. Soy un chico feliz hoy, muy feliz. In sport, it's now official. French striker Kylian Mbappe has signed a 5-season deal with Real Madrid. We have known it's happening for quite some time. Kylian Mbappe has been linked so many times to Real Madrid, but now the Spanish champions have got their man. They have said that they have got a new Galactico, and Mbappe is heading to Madrid. 1, 2, 3, ¡a la Madrid! 这一转会为长达7年的转会传奇画上了句号。过去几年，皇马一直在拼命追求这位法国人，报价超过1亿欧元，但都无果而终。最终，姆巴佩选择履行完与巴黎圣日耳曼的合同，并以自由身加盟皇马，与皇马签约5年。这位26岁的球员是现代足球真正的银河战舰成员，是欧洲大陆最大的品牌，也是足坛最具市场价值的球员。他1500万欧元的年薪，皇马将通过球衣销售和赞助协议轻松收回，而这甚至还没有提到签下他的真正原因。姆巴佩是一位划时代的天才和真正的超级巨星，自18岁起就被誉为地球上最具威胁的进攻球员。凭借他的直接风格和闪电般的速度，没有哪个后卫不畏惧他。再加上他的快速脚法和敏捷性，这是一个在每场比赛中不断成长的异类球员。他不断打磨自己的天赋，并向前辈学习。与格列兹曼同场竞技，他学会了扩大视野，并提高了自己的创造力。与内马尔并肩作战，他学会了如何过人，将技巧与运动能力结合。在本泽马身边，他学会了如何作为1名中锋活动，游走于防线之间，并完成进球。自2017年崭露头角以来，人们就一直期待他身披白色战袍。尽管花了些时间，
但皇马队徽的魅力再次发挥了作用。皇马一直是终极目标，伴随着一种应有的傲慢，所以欢迎一位从不回避大舞台，反而被其激发的球员。这堪称银河战舰的天作之合或地狱之合，这都取决于你的视角。有了他的加入，皇马又提升了一个档次，而他们本来就已经比其他球队更强，所以这可以看作是皇马准备再次统治欧洲的宣言。弗洛伦蒂诺之前尝试时，效果并不如预期，因为平衡失调且基础薄弱，但现在这支球队没有这些顾虑。从后场开始，他们拥有一位在关键比赛中表现神勇的世界级门将，几乎以一己之力锁定了他们的第15座欧冠奖杯和欧洲超级杯，而他的替补卢宁也是一位出色的门将，在库尔图瓦无法比赛时替补出场。从被严重低估的左后卫门迪，到另一侧刚刚度过职业生涯最丰收夏天的32岁卡瓦哈尔，即使在这些低调的位置上，皇马也拥有能够决定比赛胜负的球员。米利唐和吕迪格现在已经非常熟悉，并且彼此配合默契。这位巴西人带来了速度和多面性，与身高1.91米的德国人相辅相成。吕迪格继承了拉莫斯的精神，为球队增添了身体对抗的硬度。再加上青训毕业生弗兰加西亚和经验丰富的大卫阿拉巴随时待命，他们在后防线上的深度能够使皇马在3项赛事中全面竞争。保护他们的是卡马文加，一位机动性强、铲断凶狠的球员。他也能在两翼发挥作用，但和他的同胞楚阿梅尼一样，他的主要职责是为中场搭档争取时间。其中一位是巴尔维德，这位皇马的无名英雄，上赛季他的出场次数比任何皇马球员都多，却始终与超级巨星的光环保持距离，这要归功于他难以被定义的角色。在过去几年中，这位乌拉圭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他能够填补球队的各种空缺，无论是在边路、10号位还是后腰位置，他都能出色完成任务。教练喜爱他作为全能中场工兵的角色，他在球场中央无所畏惧的拼抢，同时还能冷不丁地轰出一脚世界波。有些人称他为皇马的新杰拉德。现在戴上队长袖标的莫德里奇，在去年将他在马德里的时间延长了1年，尽管由于阵型变化和他将在今年9月年满40岁，他的出场时间会减少，但他对新一代中场球员的影响巨大。能够与一位传奇球员一起训练，对于居莱尔这样的球员来说是无价的。这位土耳其天才尽管受伤，但在上赛季末段展现了他的天赋，平均每55分钟打入1球，打破了俱乐部纪录。凭借在欧洲杯上的出色表现，居莱尔的知名度和价值飙升，成为世界顶级年轻球员之一。这位19岁的球员的贡献可能会受到限制，这是因为皇马还有另一位组织核心。贝林厄姆在多个方面都堪称年度最佳球员，在西甲的处子赛季，他就打进了19粒进球，并当选赛季最佳球员。这样的数据对于一名中场球员来说已经足够疯狂，而当其中许多进球都发生在国家德比或关键时刻时，这种疯狂程度更是倍增。而当你意识到这一切大多发生在他年仅20岁时，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贝林厄姆的贡献远不止于数据。这位英格兰球员表现得仿佛他已经在这个水平上踢了10年，而看到他如此全面的表现，这一切也就说得通了。Parece que ne tiene 30 para su carácter, su personalidad. Nunca está, todo el tiempo está bien focalizado en el partido, sabe lo que tiene que hacer. Y después toda la calidad del mundo que tiene, la fuerza física, la habilidad, obviamente sorprende un poco a todos. 身高1.86米，体格强壮，技术精湛，他拥有一切所必须的技能。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放慢或加快比赛节奏，所以当人们大胆地将他与传奇相提并论时，就很难反驳。如果说吕迪格是拉莫斯，那么贝林厄姆就必须是齐祖。在他身前的这对搭档本身也让人有些意外。很少有人能预料到罗德里戈的崛起会如此迅猛，而这名11号球员拥有从速度到技巧的所有典型特质，应该会发现适应中锋角色比他实际经历的更难。但在安切洛蒂的信任下，他成为了同胞维尼修斯的绝佳搭档。维尼修斯显然是世界第一边锋，他将天生的速度与大胆的技巧相结合，在状态好的时候，他无疑是球场上最具观赏性的球员。在各个方面，他已成为一名更加高效的攻击手，在进攻3区做出关键决策，并在禁区内保持冷静。作为边后卫的噩梦，他自信地冲向防守球员，突破他们并创造空间，这些对维尼来说都是常规操作。然而，现在的他更上一层楼，承担了进球责任并出色完成。
É uma evolução fantástica que ele está tendo e eu acho que chegou o momento dele. Ele foi extremamente determinante esse ano para o Real Madrid. Para mim, hoje é o melhor jogador do mundo com diferença。他和贝林厄姆去年表现出色，同时与巴西同胞罗德里戈迅速形成默契，让贝林厄姆能够作为唯9号球员发挥作用。考虑到他的数据，这很可能是他本赛季的角色定位。姆巴佩的到来确实引发了一些问题。首先是阵型，皇马最初采用菱形中场，但当贝林厄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后，他们改打4-3-3。因此，安切洛蒂需要决定是采用4-2-3-1阵型，让贝林厄姆担任双后腰之一，还是保持现状，直接用姆巴佩替换罗德里戈，这取决于安切洛蒂。当然了，他拥有适合任何体系的球员储备，所以这并不重要。但下一个问题可能会更具挑战性。如今的皇家马德里坐拥价值超过10亿欧元的豪华阵容，全队的自信心无疑正处于巅峰状态。此时引入像姆巴佩这样自我意识强烈的球员，无疑会进一步放大这种氛围。虽然在主席弗洛伦蒂诺的理想蓝图中，这能增强球队实力，但也可能因个性碰撞让团队陷入困境。如今马德里的氛围积极昂扬，青春活力肆意绽放，似乎任何人都能在这里感到受欢迎。但历史告诉我们，伯纳乌球场始终是把双刃剑，它既锻造巨星，也能吞噬雄心。关于出场时间可能会引发更衣室暗涌，首当其冲的或许就是罗德里戈，多家媒体已预测其或将离队。即便锋线厚度已然惊人，18岁新星恩德里克的到来仍可能让竞争白热化。这位巴西天才前锋被誉为新外星人，如今他完全可能在群星中杀出血路，成长为伯纳乌新一代锋线大杀器。诚然，这番分析略显悲观，皆因我们见证过太多看似完美无缺的豪华计划最终分崩离析，历史不断印证着重金堆砌不等于冠军底蕴。但银河战舰的成败密码始终掌握在那位深谙更衣室权谋的掌舵者手中，这才是他们区别于其他豪门的关键变量。卡尔洛·安切洛蒂是一位伟大的管理者，正如他20年职业生涯中在各个联赛的顶级俱乐部取得的不间断成功所证明的那样，以及他的球员对他的评价。What I really loved about Carlo was his man management, and that I've never had a manager actually in probably all my career that had asked the players and give them a bit of responsibility. Everywhere that you see Ancelotti is coaching, every player loves him. He's got this ability to manage people and converge every different interest that you have on the group in the same direction. I think the sign of a good manager is when he can make you believe that you're almost a bit better than maybe you think you were before, and I think he fills me with that kind of confidence every day at training and in the games, and he gives me the freedom to kind of roam the pitch and be as effective as possible. Not only that, but he's a top person, he makes you feel comfortable. So I think, yeah, it's definitely down to him why I've kind of had the start that I've had at Madrid this season, and I'm really grateful for everything he's done for me so far. 安切洛蒂以打破战术框架的勇气，在精密体系与即兴灵感间找到绝妙平衡，通过赋予自由而非战术枷锁，激活了巨星们的创造性基因。从青训新秀到功勋老将，从低调蓝领到天之骄子，他深谙驾驭群星的艺术交响。放眼足坛，维奇能以哲人般的洞见统御银河战舰的更衣室星系，这正是白衣军团非他不可的终极密码。就目前来看，弗洛伦蒂诺可能还有牌没出手。自从欧洲杯后的转会传闻已经开始，而令人担忧的是，皇马每次对一名球员采取行动，最终都会得到他。随着贝林厄姆在伯纳乌大放异彩，其挚友阿诺德这位利物浦青训瑰宝的合同仅剩1年到期，银河战舰可能会借密友牌来撬动利物浦核心。不过，最大的传闻才真正让人捏一把汗。¿Ficharías a Rodri para el Madrid? ¿Lo intentarías? Sí, sin duda. Ya, bueno, yo se lo digo todos los días. Digo, deja Manchester que no hay sol, vente a Madrid, que te necesitamos, que además tú eres de aquí, de Madrid, no sé qué. ¿Y qué te dice? Sí, no, es que tengo contrato, aquí no hay cláusulas, no sé qué, tal, me da largas, pero... Es buenísimo. Sería el fichaje. Es buenísimo. Sin duda. Es un espectáculo. Siendo español, en Madrid, yo creo que encajaría perfecto. 再次强调，罗德里本人并未表态，而瓜迪奥拉也认为他是无可替代的。然而，罗德里随西班牙国家队取得的胜利，无疑加深了他与祖国的纽带。再加上他对马德里这座城市的熟悉，16号球衣的诱惑力将远超他们开出的天价薪资。弗洛伦蒂诺尝试签下他，这很符合他的作风，尽管这可能会让他失去现有阵容中的1-2名球员。
但如果罗德里能与巴尔韦德或卡马文加并肩作战，并在贝林厄姆身后坐镇，这无疑会让皇马在足坛中更进一步，与其他球队拉开更大的差距。目前一切都尚未确认，这些转会很可能仍停留在传闻阶段，但这并不重要。皇马正在打造一个王朝，并试图在另一位超级巨星步入巅峰期时探索未知的领域。所以，本赛季的皇马绝对值得大家期待。